工商时报呢有一个社论，他讲美国收紧半导体的铰链，台湾何去何从？这个收紧半导体铰链对台湾是有好处的。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过去这1个月当中呢，全世界是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加入 YouTube 的频道会员，成为财团的一份子，跟我们一起追踪全球经济趋势，分析产业状况，也解读政经局势。每个月最低只要300元就能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也欢迎大家订阅财讯的频道，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大家从10月7号的哈马斯突击以色列，再到10月22号的富士康被查税，到27号呢，李克强猝死，这3个事件呢，都可以看出来，世界处在一个相对紧绷的状态。这个照片是抖音把1946年的巴勒斯坦的领土对照2023年现在的领土，到目前为止双方剑拔弩张，这是有2000年历史的恩怨哦，这个是难解的。那我们也看到李克强的猝死引发中国高阶权力核心大家的揣测，这当中如果再把它拉过来，大家可以看到，从北京权力核心紧绷的态势，秦刚下台，到李尚福呢被拔关，都在很短时间，而外界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火箭军遭到整个完整的整肃，到李克强心脏病猝死，现在呢除夕夜不能放假，同时呢梁静茹唱的《可惜不是你》全国禁唱，那这个都显示在北京的高阶权力核心呢，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中央党校的教授蔡霞讲，经济断崖式的暴跌，内外资仓皇出逃，失业率从此不报，背房贷白领变平民，国民走线出逃，外涨房涨，说失踪就失踪。后面一段话讲，罗刹国里惊悚多，好莱坞拍大片都没有敢这么拍过，这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在李克强的猝死当中啊，仍然留下非常多的嫌疑哦。另外，富士康被查税呢，现在看起来也对鸿海带来非常巨大的撞击。那么到今天为止，鸿海的郭董事长从来没有对这个事件发表任何正式讲话。其实这个事件是冲着他来，但是他选择了低调。这个是在整个政坛当中现在所呈现的一个紧绷的状态，这3个事情紧紧扣住未来的发展。而另外一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政治这一段呢，它非常紧张，但是呢，现在金融市场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紧张。11月2号，鲍尔宣示美国的升息呢到了尾声，我相信这是给市场上啊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信心。那么在他宣布之后呢，从恐慌指数到美国的10年债，到油价，到美元呢，都出现了跌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2021到2022，通膨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上升，就到 5% 以后呢，开始一路往上到 7%。然后2021年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6月到了 9.1 最高，然后呢开始往下。这个往下现在已经跌了10几个月了，所以大家看到到6月的时候，它因为对照去年6月的高基期，所以它出现相对的比较低的成长。未来我相信有可能很长的时间呢，维持在 3.5 上下加减 0.5 之间，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通膨的路径。而美国的利率走向呢，这一张表也告诉大家，从3月16号开始升息，第二次5月4号升2码，然后呢有4次啊升3码，到最后一次呢2022年的最后一次12月14号再升2码，到了 4.25 到 4.5， 2023年到现在升了4次。如果把这2个升息的路径加起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总共升息的21码，升了11次。到这里为止，其实它跟伯南克的时代2008年金融海啸呢已经拉平了。每一次美国利率过了 5% 之后呢，这个世界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这一次到底谁会首当其冲？再加上美国的缩表，也会让资本市场处在非常一个紧绷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从这当中啊来看出一些端倪。那现在如果把过去的几个高点来看，美国 CPI 在1970年伊拉克的这个发动6日战争呢，到 12.3%， 到2伊战争的 14.8%， 1980美国把利率拉到 20%， 这一次呢 9.1 看起来是到最高了，那要再过 9.1 几率看起来不大这个也是会给美国在明年下半年开始有一个降息的空间。所以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全球景气呢，其实都在往下。这当中啊，
马士基要裁员10000人。你知道在货柜行业最景气的时候呢，年终奖金长荣花了80个月哈。那现在大家看到景气下滑之后呢，这种衰退预警啊，也告诉大家未来的景气看起来是不妙的哈。现在我们来看美国不升息了，不升息之后呢，恐慌指数一直往下降，现在最低来到14.91。如果你对照在 COVID-19 发生的时候呢，82.69啊，现在基本上。全世界虽然2个战争没有停止，但是呢，恐慌的情绪呢不高。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开始往下滑了，这个下滑速度非常快。那这个也给市场带来现在升息的预期转弱了。美元指数呢，从 107.348 最低跌到 104.898， 这个回软之后呢，它也给股市带来一个比较新的激励的效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把全球股市做一个完整的对比，你看到红色的呢是今年表现比较亮眼的，从日本的日经指数涨了 22.4%， 再到台股 16.7%。美国的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涨幅都非常惊人，但大部分的市场其实到今年为止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而中国呢，跌幅是大的你可以看到，当大家在讲东升西降的时候呢，其实西是升的，东是降的。你看到美国的4大指数都是上涨，而且费城半导体它最高涨了 53.04%， 那现在还有 36.42% 的涨幅。日本呢，今年大涨 22.4%， 是亚洲名列前茅的市场。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日经指数现在是显著的上涨，而且它涨一大段之后呢，它回档相对比较小，而每一次反弹呢，它力度是大的。巴菲特呢，在日本5大商社他已经持股满3年，这满3年他从60亿呢，现在增值到170亿美元。这个 Charlie Munger 大力压住阿里巴巴，结果赔得很惨。他现在在讲巴菲特，他说他就像上帝打开了一个箱子，然后把钱倒进去，这个话形容非常的贴切现在看起来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停止，巴菲特呢可能又会跟日本的银行合作呢，发行日本债。这个举动呢看起来非常值得大家高度来关注这当中巴菲特他大力出脱比亚迪，这个10月25号呢再卖2亿那他最高的持股是 20%一路往下修正，现在持股比例剩下 8% 不到。那日元呢现在在150左右，会不会再创新低？大家可以拭目以待。那从今年的这个状况来讲，日本是意外跑出一个黑马，台股呢表现也相对出类拔萃，所以大家看到亚洲股市呢，台股今年是仅次于日本，姿态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是重心，日本是黑马，那中国呢所有各大指数都滑落你看到深圳跌 10.5%， 恒生指数跌 10.7%， 深圳 B 股跌 9.01%， 上海的 B 股呢是大跌的 18.55%， 还有一个东协的市场今年都非常弱，包括泰国跌 14.92%， 马来西亚跌 3.05%， 菲律宾跌 8.79%， 只有印度呢一枝独秀。这个市场是有一些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所以你看到欧洲呢经济不景气，但是法国、德国今年表现很好，意大利今年大涨 20.96%， 这个涨幅呢只输给日本一点点。另外一个比较意外的是俄罗斯的股市今年拉出了 12.69% 的涨幅。墨西哥呢也涨了 5.78%这个也告诉大家，在地缘政治的冲突当中呢，墨西哥摇身变成美国的最重要的生产基地。汇成半导体呢是在 NVIDIA 带领下呢表现非常的亮眼那外资今年其实到现在为止卖超台股1072亿，它原来3000多亿的买超呢都卖光了，呢台股仍然是表现高姿态，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今年台湾的基本面相对是不弱的，你看到第3季如果能够赚到8500亿，第4季呢维持这个水准就可以了。那台湾今年全年获利会超过3兆台币，那3兆也是历史第3高，所以台湾其实已经表现非常亮眼。那外资不断的卖出台股，但是台股仍然相对的强势。这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台积电在1986年从10块一路到现在500多，股价有大幅的成长。到目前为止，国安基金呢持股16亿5370万股，6.38%， 还是相对不错的。那《工商时报》呢有一个社论，他讲美国收紧半导体的铰链，台湾何去何从？这个收紧半导体铰链对台湾是有好处的，所有产业在中国杀价竞争当中，最后都变成废墟。现在大家高度注意了，电动车很可能是下一个艰苦的产业。那耶伦最近在讲，他说美中经济透过不现实，但是呢，
让中国经济弱化，现在看起来是在这个路上。今年的进博会啊，虽然要向全球敞开大门，但是今年参加进博会的厂商家数相对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出口呢连续在下滑，现在下滑的现象仍然非常的明显。最近《公安时报》有一个社论，他说中国仍然是外资的乐土，但是我特别告诉大家，外资今年的债券呢不断的大卖，所以它是净流出，而且 FPI 呢是股票投资啊，今年外资总共卖出了1600亿美元，这个也是加重中国股市的压力。所以你看到上海的 A 股呢，现在基本上在相对的低档哦。上海 B 股今年跌幅惨烈，它几乎一口气从头跌到底。过去台湾人买股票最喜欢讲中国概念股，但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跟中国概念有关的，将来可能会跌势相对比较重的。你可以看到台商压力正在逐渐的上升，你看到旺旺跟康师傅呢股价都将近腰斩，而华丽集团呢做鞋子，张聪渊原来是台湾的首富，现在呢股价从117块半呢跌到39.35，情况也不妙。旺旺的股价涨成这个样子，所以看起来压力增加了。而康师傅呢 18.48 掉到 9.76， 跟中国有关的内需市场现在看起来也非常的吃紧。李宁的股价呢是大幅的下滑，你看到从 108.2 呢跌到 23.25， 以中国大润发为主的高新零售呢 13.4 块掉到 1.25， 那这个情况呢看起来都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惨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上个礼拜，国台办主任宋涛不断的强调，台湾面临2条路线的选择，希望台商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那看起来这是一个决定台湾命运跟路线。2024年的1月13号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相信在美中角力当中呢，台湾会处在一个相对紧绷的压力。另外一个呢，现在中国在收紧台商在过去的赚到的钱，如果富士康要被迫捐款，那我相信其他众多的台商都会面临响应共同富裕的一个压力。所以未来富士康到底会捐多少？中国的强势产业压境之后呢，它势必对电动车产业、石化、钢铁、航运呢带来削价竞争的压力。我相信这个产业现在都非常的苦。美资的企业呢，在中国市场大的，比方说星巴克面临瑞幸咖啡的挑战，电动车的 Tesla 将来有比亚迪、未来理想、小鹏呢来围攻，这是危险的。苹果呢现在也面对 OPPO、华为、vivo、小米这种替代的危险。我相信台商在中国的经营将来会面对更大的压力。那么今天的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